1个月用了5000度电，感觉挺多的，想让我查一下这个电都用哪去了，都是什么电器在用电。这是个网吧，老板也是刚接手。网吧就是电脑多呗，电脑耗电多吗？现在网吧人少，就开几台电脑，测一下现在的电流。测一项电 11.4 安，一共开了5、6台电脑， 11.4 安有点高，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在运行。老板说5P 的中央空调现在正开着，在这测方便，看一下 11.3 安，关掉中央空调，看一下电流变成多少，变成了 6.8 安。5P 的中央空调是用3项电，现在测的是1项电。5P 的空调运行起来单项用电5安，每小时3到4度电。看一下第二项，这项用电少，才1安。再看最里边那一项 6.2 安，中央空调关了以后是 6.2 安，那这是什么电器在用电呢？现在开了大概是5台电脑，我让老板再开2台，再加了2台电脑，再看一下电流 7.1 安，刚才 6.4 加上2台电脑 7.1 安。再看其他2项 1.0 没动，这一项 6.8 6.9。 哎呀，这样测不是个办法呀，还得看看这6点几安的电流是谁在用电。现在电脑没全开，所以我得找出来它这几安的电流是谁在用电。现在交换机开着，测一下这一套东西用电多少 1.3 安，全天24小时运行，一天近7度电。在这里还有个小配电箱，上面标着吧台呀、灯啊、监控啊等等，这是个小分闸。等一下把这几个小闸一个一个的拉下来，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。查电流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可以一路一路拔下插座看电流有什么变化，才知道哪一路什么电器在用电。现在10安了，刚才 6.8 安，哪一个又增加了4安呢？看看这一项，这一项没动啊 1.2 安，里面那一项 6.7 安，刚关了1台电脑。测一下每个电闸下面的分路电流，有的用电，有的不用电。看一下这一个 2.7 安，这一项没有，这一项 0.5 安 0.6 安，这个 3.3 安 3.2 安，这个 3.2 安是开了几台电脑，上面还有一个，这个电闸是接的刚才那个小配电箱，有一个 6.2 安的电流。6.2 安 3.3 安加起来就是9点几安，这2个电流是一项，用腕表能测出来它是一项，就是同一路线。总感觉这么样测没有效果，没有意义，还是不知道这几安的电流是谁在用电。电流还在变化，刚才6点几安，现在 2.5 安，你就不知道什么电器在开在关。所以给他们商量了一下，一路一路拉掉这些电闸，看都是控制的什么电器。这是中间一排的电脑，开了1台，看一下 3.3 安的，拉掉电闸以后，关掉了5台电脑，还有几个装饰灯，把电送上。送上没开机，还有 1.3 安的电流，10多台电脑的待机电流，还有个灯。一开机，电流就上来了。电脑的耗电量没有咱想象的那么大。现在那4台电脑正在打开，4台电脑的电流减去刚合闸时候的 1.2 安，4台电脑运行电流2安。再测其他的电闸没有电流，有的也是待机电流。拉掉这个电闸，这个小配电箱现在没有电，那我把这个小配电箱的电闸全部拉掉，然后掐上电流表，合上电闸送上电。现在没有用电的，掐的电闸下面这3项电都没有用电的，都是0。然后那个小配电箱再一路路往上送电，给8台送上电以后，看一下上面有个 4.3 安的电流，8台什么在用电呢？唯一插着电用电的是这个烧水壶，刚拔下来，看一下功率950瓦，就是它在用电。这边这一项电还有 5.2 安，
关掉所有的灯，电流没了，灯的电流，这些灯开上一天也得20多度电，送上电5.2安。刚才用电的热水器也就开一会儿，灯24小时开，下边这些电脑也说不定能开多少，人多开得多。中央空调开1个小时3到4度电，一天开20个小时，1个月呢？所以说他们家的用电是正常的。中央空调和其他房间的小空调，所以说1个月5000度2次，水泵启动不了，上面还有故障亮灯，按启动按钮应该熄合都没有，这2个水泵都没有。看一下里面控制电路，主电路没送电，控制电路是个保险丝，保险丝应该是好的，他们都看过了，保险丝没问题。这2个电闸控制主电路，对控制电路没影响。上次修那一个是热继电器不好，触点不好，它这个热继已经跳了，就是已经保护了，弹出来了，做一个复位就好。这个电路跟我上次修那个水泵电路一样，水泵线都拆下来了，是水泵坏了还是怎么回事呢？反正就是启动不了。水泵我先不接，我先把控制电路修好，然后再测一下水泵好不好，好的话再往上接。记住线的颜色，一会儿接的时候别错了，水泵有正反转的。关键是这2个东西我到现在没搞明白它有什么用，先送上电试试，看接触器能不能吸合。这2个黄灯还在亮，超热保护，超热保护那就启动不了这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上次修过一次。现在无论打手动还是打自动，2个水泵都启动不了。我没搞懂，就是这2个控制器起什么作用呢？这里有3根线是从水泵里边接出来的，2套水泵，每一个水泵接出3根线来，所以说我到现在没搞明白这3根线干什么用。漏水超热保护器上面接着3根线，这3根线看这有个电路图，这是水泵，从水泵接出3根线，也叫泵的信号线，然后就接到这个漏水超热保护器的下边，断开控制电路，给这个超热保护器断电。现在这个保护器没有电了，我想看一下这3根线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，就是在水泵里漏电了，然后这2个保护器就保护了。直接测量这3根线与地线，怎么都是标准100到头啊？显示漏电。你看这种排污泵，它里边出来7根线，1根地线，下边这3根是电机的线圈线，这是以前换下来的泵。我现在测这个排污泵的线圈与外壳，这个泵是漏电的。这3根控制线怎么和地线是通的呢？一测都显示漏电，是真漏电还是假漏电呀？这3根线乍一看以为是电机线圈线，这里边有地线，3根线都漏电。这3根线是导致这个保护器保护的原因吗？它一保护就断开了控制电路。你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控制电路的输出，就是这根线，这个保护器也有，看243这个线号就是输出的控制线，这个的输出控制线是线号24。看一下这个24和23，分别接的是热继的长臂触点，23在这儿，交流接触器吸合的控制线，看一下热继的长臂触点，这就是刚才那个23，它下边应该接零线，这上面下来火线给接触器线圈，就是上面这些旋钮开关、按钮开关给它通一根火线，然后下边是零线，零线在这断了没接通，交流接触器就吸合不了。控制它零线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超热保护器断开了零线，一保护就断开，断开它就启动不了，所以只需要在这里给它短接一根零线，把243和零线短在一起，接触器就能吸合。水泵的线没接，是不是水泵不好啊？我想测一下这个水泵线圈有没有问题，漏不漏电。先做一个调零，
测一下水泵线圈的电阻，记住摆针的位置，再测这2项，摆针位置一样，再看这2项，水泵没问题，另一个水泵也没问题，这个线来回的摆，测出来的不稳定。测的这个水泵也没问题，3项线圈的电阻都是一样的。测一下漏不漏电，一指表笔插地线，另一指表笔分别测量电机的线圈线，不漏电，线圈还挺好，都不漏电。另一台电机也不漏电。我现在没搞懂这3个控制线为什么会漏电，在里边是什么结构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一测就会显示漏电呢？而且显示漏电很严重。我准备把这几根线拆掉，拆掉以后再测量，因为它连着控制器，控制器里面有零线，一般零线又是和地线是通的。把这几根线拆下来再测量就知道了。拆下线以后再去测量，还是显示漏电的，但是再去测这几根线没问题。很可能就是我说的控制器内部有零线，零线一般与地线都是通的。那现在几个控制线拆掉以后，还显示黄灯吗？把控制电路送上电，看一下，依然显示黄灯，显示黄灯就启动不了。还是对这种控制器不了解，没见过，不懂，是它坏了吗？无论坏不坏，这几根线我都不接了，直接把243号和零线短接，这样一短接就等于说没有漏水还有过热保护，把这2个都短接，控制电路送上电，主线路送电，水泵的线先不接，启动一下看好不好使。手动操作好使，试一下自动。自动不用按它都应该启动的，现在不启动有可能是那个浮漂没到位。让这2个交流接触器吸合。我准备测一下它这个输出电压正不正常，缺不缺项。直接测量往水泵输出的3根火线，看看电压。只要是3项电压都是380伏，这就没问题。测量的都很好，不缺项。现在这儿就剩3根浮漂的线了，浮漂无非就是水位上来了，它就接通启动水泵，水位下去以后就断开水泵。浮漂的控制线直接控制2个中间继电器，浮上来接通它，落下去接通它，这2个是中间继电器的线圈。这就是那2个中间继电器，浮漂来控制这2个继电器吸合和断开。一个公共线是火线，送上电以后测量，公共线有电，浮漂还处于下落的状态，没漂上来，所以这个继电器吸合就是水位没到，电压没问题，电机线没问题，那就把它接上，准备通电试一下，送上电，看一下地下这个水位，水涨上来了。水泵启动正常，2个泵都没问题。打自动看一下，停止的状态，水给它上来，上，模仿一下，飘上来以后它就启动了。这个浮的光不好，感觉。
这扶的还行，它是还行，扶的电路没问题，扶的没问题。反复试验了几次还好，制动是没问题。测一下这个水泵的电流吧，看看电流多少安，就知道这个水泵是多少千瓦的，功率3000多瓦，劲儿很大，一会儿就抽空了。反复试验了几次，正常，一切正常。这样我的维修也完成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多多指点。